美国东部时间8日下午，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声明称，以色列和哈马斯均已签署加沙和平计划的第一阶段协议，这意味着所有被扣押人员将很快获释，以色列也将把部队撤至双方商定的界限，这是迈向一个强大、持久且永恒和平的第一步。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表示，鉴于正在埃及举行的加沙地带停火谈判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可能于本周末前往中东，11号或12号出发前往中东。哈马斯证实达成加沙停火协议。10月9号凌晨，哈马斯发表声明，宣布已达成协议，以结束加沙战争，确保以色列撤军，并实现以色列被扣押人员与巴勒斯坦在押人员的交换。哈马斯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及担保国确保以色列执行加沙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将召集内阁批准停火协议。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和平计划第一阶段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于当地时间9号凌晨最新发表声明称，这对以色列来说是伟大的一天，我将召集内阁批准该协议，将我们所有的被扣押人员带回家。有消息称，在以色列内阁批准该协议后72小时内，以色列被扣押人员将被释放。以色列第12频道援引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沙战争已经结束。乌无人机首次由本土打进亚洲，俄罗斯境内1700万平方公里国土，从今往后再无安全区。俄经济神话破灭，俄罗斯人开始品尝战争苦果。事情真相究竟如何？让我们接着往下看。10月6号晚上，乌克兰无人机成功袭击位于俄罗斯丘明州的安地平斯基炼油厂，距离乌克兰边境超过2100公里。这已经跨过亚欧大陆的地理分界乌拉尔山，深入西伯利亚腹地，正式进入亚洲。这是乌军首次使用无人机从本土完成对跨越大陆纵深目标的战略打击，标志着乌军远程作战能力已从区域袭扰跃升为跨洲破袭。据悉，在这次袭击中，至少3架乌克兰远程无人机飞越乌拉尔山脉，突破俄军防空薄弱地带，精准锁定这座年产能750万吨的大型独立炼油厂。尽管俄方宣称成功拦截，无人员伤亡，但多方信源证实，炼油厂关键装置遭到实质性破坏，生产中断。更关键的是，这一行动证明俄罗斯境内再无真正安全区。这次袭击也并非孤立事件，在10月初的短短1周内，乌克兰连续发动5轮战略打击。10月1号，莫斯科以北的新亚罗斯拉夫尔炼油厂爆炸后升起巨大烟柱。10月3号，比邻哈萨克斯坦的奥伦堡州奥尔斯克炼油厂被远程精准命中。10月4号，全国第2的列宁格勒州基里西炼油厂遭到第4次打击，彻底停工。10月5号，俄国第4的夏诺夫哥罗德克斯托沃炼油厂剧烈爆炸，现场浓烟滚滚。10月6号，丘明炼油厂遇袭，乌克兰远程无人机首度打进亚洲。短短6天，乌克兰就摧毁和5600万吨年炼油产能，俄罗斯全国炼油能力损失累计已经过半，能源命脉正被系统性切断。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今年6月1号，乌克兰就已经实现对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战略穿透。情报部门成功派遣特工潜入伊尔库茨克州，在别拉亚空军基地附近利用伪装卡车释放无人机，精准打击驻扎于此的图 22M3 轰炸机群。该基地位于贝加尔湖畔，距乌克兰超过4000公里，传统意义上属于绝对后方。而10月6号的行动揭示了乌克兰远程打击的新模式，不再依赖单一发射平台，而是构建本土远程发射加敌后秘密渗透的双轨体系。前者依靠国产海王星地巡航导弹、火烈鸟重型巡航导弹及长航时无人机，后者则通过特工网络在俄境内预置打击节点，绕开防空密集区，实现从心脏部位发起攻击。这也解释了为何乌军能在缺乏战略空军的情况下持续对俄纵深目标实施高精度打击，背后是高度成熟的情报网络、北约提供的导航支持以及日益自主的军工体系共同支撑的结果。与乌克兰攻势迅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能力正急速萎缩。根据乌克兰空军公布的战报，俄军整个9月仅发射10来枚导弹，远低于8月的40余枚，每天最多发射1-2枚伊斯坎德尔 M 或匕首弹道导弹，甚至完全以低速的小摩托无人机代替。俄军导弹发射量骤降，原因首先是产能枯竭，长期战争消耗叠加西方制裁，导致精密零部件短缺，导弹生产线难以为继。
更关键的是，发射平台被毁。6月1号，乌克兰对核4大战略轰炸机基地的袭击，摧毁了俄军近20架轰炸机，直接削弱其远程打击投送能力。乌克兰无人机的远程打击能力令俄空天军高度紧张，俄军被迫将多架图960战略轰炸机转移至远东极地，5架转移至勘察加半岛，1架更被撤到距阿拉斯加仅几百公里的楚科奇半岛，距离乌克兰超过8000公里，堪称天涯海角。此举显然为规避无人机渗透打击，俄方仅有16架图160，稀缺程度超过美军 B2， 已不敢轻易投入实战。如今，俄军口径海基巡航导弹与伊斯坎德尔 K 陆基巡航导弹因发射载具不足，只能零星使用。面对俄军的疲软，乌克兰并未止步于战术胜利，而是从依赖外援到自主造血，加速构建自主国防工业体系。目前，乌军已有超过40%的武器为本土制造，包括射程1000公里的海王星反舰对地巡航导弹，射程距程高达3000公里的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多种新型弹道导弹也在陆续列装。这些武器不仅成本低、产量大，且具备 GPS 干扰环境下的惯镜加视觉负荷导航能力，可在无卫星信号条件下完成数千公里奔袭。随着生产线扩张，乌克兰的打击频率与强度只会不断增强。乌克兰早已不再只是被动防御，而是主动出击，把战场延伸到俄罗斯本土深处。他同时抓住2个致命方向：前线消耗俄军9升力量，后方摧毁俄战争经济根基。当炼油厂接连被毁，发电站频频断电，弹药工厂遭精确打击，俄罗斯即便拥有庞大体量，也难以承受这种持续性的经济绞杀。而乌克兰却凭借日益强大的自主军工与灵活多变的打击手段，正在赢得这场持久战的关键主动权。从第聂伯河到西伯利亚，乌克兰的无人机飞得越远，俄罗斯的冬天就越冷。2025年的秋天，俄罗斯人终于感受到战争的代价。曾经被宣传为越打越有钱的经济神话，在持续3年半的乌克兰战争与西方全面制裁下一步步破灭。眼下，普京终于做出了一个简单的决断，克里姆林宫再也无法靠动用国家储备、发行债务和强制银行贷款来缓解财政危机，转而将压力直接转嫁给普通民众，加税、涨价、削减福利，一场全国性的战时成本分摊正在上演。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举措是俄罗斯财政部提议，从2026年1月起，把增值税从 20% 进一步上调到 22%。这一调整看似微小，实则影响深远。作为消费环节的核心税种，增值税最终由消费者承担。据测算，仅此一项，每个俄国家庭每年将多支出约 4.55 万卢布，而这一收入将明确用于国防和安全需求，等于公开宣告打仗的钱要老百姓来出，反映了俄罗斯战时经济的深层压力与结构性危机。在9月24号提交的3年期预算草案中，俄财政部直言不讳，战略优先事项是财政支持国家国防和安全需求，国防开支已占联邦预算的 40%， 创历史新高。这标志着俄罗斯经济已彻底转向战时模式，一切为军事服务，民生退居次位。增值税只是掏空民众钱包的第一只手，紧随其后的是公用事业费用的全面上涨。原定于2026年7月1号实施的水电燃气调价被提前至2025年10月1号执行。根据经济发展部的计划，天然气价格上涨 9.4%， 电力价格上涨 10.9%， 输电费用暴涨 14.3%， 供水与污水处理分别上涨 9% 和 9.5%。 以一个100平方米使用燃气供暖的家庭为例，仅燃气费一年就需支付约 6.7 万卢布。在全国范围内，平均每户家庭因为能源涨价，将每年额外支出6000卢布，再加上增值税带来的 4.55 万卢布负担，每个家庭每年净增支出达 8.2 万卢布。而与此同时，俄罗斯实际工资增长停滞，通货膨胀却持续高企，卢布汇率也大幅贬值，购买力缩水 50%。 俄罗斯之所以走到向全民征税的地步，根本原因在于财政结构已严重失衡。曾几何时，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是国家财政的生命线，但如今这条命脉正被多方绞杀。欧美对俄油实施限价令，并把价格从60美元降至 47.6 美元。第19轮制裁新增118艘油轮黑名单，打击影子舰队运输网络。乌无人机持续袭击炼油厂，瘫痪俄罗斯近40%的炼油能力，油气产量下降 18%， 多地实行限购，甚至被迫从白俄罗斯、印度进口成品油，结果自然是灾难性的。2025年前9个月，俄罗斯资源收入同比下降 21%，
而且跌幅逐月扩大。1到5月下降14%，8月达20%，进入9月份，油气税收进一步大跌25%。这些数据说明，西方制裁与影子舰队打击已对俄财政命脉造成实质性重创。普京在瓦尔代会议上辩称，提高增值税有助于维持经济的主要参数，并为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这番话无意承认，当一个国家需要靠加税来维持经济稳定，说明他早已陷入用明天的钱补今天的洞的现实。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宣称，绝大多数民众完全团结在总统周围，准备好承受任何经济困难。话虽如此，但一个例子说明一切。在伏尔加河沿岸多个地区，加油站已限制每位顾客只能购买10到20升汽油，黑市价格一度突破每升150卢布。谁又能想象这就是一个产油国的现状呢？更荒诞的是，俄罗斯正从世界主要成品油出口国沦为汽油进口国。这个曾经以能源霸主自居的国家，如今却要依赖邻国输血，只为维持基本运转。还是那句话，经济规律不会因政治意志而改变。当财政赤字高企，外汇收入锐减，工业基础受损时，唯一的出路就是向民众伸手。加税不是有助于发展条件，而是财政窘迫的标志。所谓经济韧性，不过是延迟爆发的财政危机。如今，俄罗斯人终于明白，他们不是战争的旁观者，而是真正的买单者。每一张账单上跳动的数字都是前线炮火的回响，而这场战争的真正代价才刚刚开始显现。好了，新闻就说到这儿吧，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